飞盘有2种拿盘的方式，一种是正手，正手的话我们会比出一个7，把你的食指跟中指扣在你的盘钩下，把你的大拇指放在你的盘线上面，然后拿到腰部的地方往前送盘出去。那另外一个是反手，反手的话我们会先比出一个5，把你的除了大拇指之外的4只手指头放在你的那个盘钩下面。然后把你的大拇指放在盘线上面，一样是拿在你的腰部的地方，然后把盘送出去就可以。我们最常见的战术大概有2种，第一种叫 vertical， 也是俗称的 stake； 第二种是 horizontal， 就是俗称的3-4。第一种呢 vertical 主要会场上的选手排在场中央一直线。我们利用左右两边的空间，一个一个接着出来接盘传导。那3-4呢，会主要是前面排3个，后面排4个，主要会用场地前后的空间来进行传接跟攻击。全国飞盘争夺赛锦标赛，让我们一起线上捕捉瞬息万变的飞盘。准备起飞了吗？精准投掷，灵活移动，一起迎接飞盘新时代。飞盘争夺赛是飞盘运动中最刺激的一个团体赛事，它结合了篮球、足球以及美式足球的一个概念。它的比赛场地是100×37公尺。上场人员是7个对7个，队伍必须经由平常的训练、默契、技巧以及合作无间，来达到团队最后能够得分的一个目标。我们的组成是因为是县市的关系，所以我们年龄层会比较大，所以我们会用假日的时间来做练习。那平常的话，我们选手会自主训练。训练自己的传盘技巧啊，还有体能。那我们假日的话，训练团队的默契跟一些战术的配合，这样会比较有效率，比较有效果。我们除了平常每周2次的训练时间之外，我们还会另外找有空的时间一起出来传盘，然后训练一些体能的项目。然后训练结束之后呢，我们也会找个地方一起吃个饭，然后聊聊天，培养一下彼此的默契。1个礼拜大概有3-4天可以下课玩，然后出来丢盘，然后跑体能，然后这样过去之后，然后持续了几个月，到备赛期的时候，就会觉得跟得上大家的节奏，就比较不会这么累这样。我们都会利用固定的训练时间来培养默契，队友之间也会互相提醒、互相沟通场上发生的问题，然后在场下呢互相提醒，然后去做沟通，然后再培养默契。飞盘有2种拿盘的方式，一种是正手，正手的话我们会比出一个7，把你的食指跟中指扣在你的盘钩下，把你的大拇指放在你的盘线上面，然后拿到腰部的地方往前送盘出去。那另外一个是反手，反手的话我们会先比出一个5，把你的除了大拇指之外的4只手指头放在你的那个盘钩下面，然后把你的大拇指放在盘线上面，一样是拿在你的腰部的地方，然后把盘送出去就可以。我们最常见的战术大概有2种，第一种叫 vertical， 也是俗称的 stake； 第二种是 horizontal， 就是俗称的3-4。第一种呢 vertical 主要会场上的选手排在场中央一直线，我们利用左右两边的空间，一个一个接着出来接盘传导。那3-4呢，会主要是前面排3个，后面排4个，主要会用场地前后的空间来进行传接跟攻击。全国飞盘争夺赛锦标赛，让我们一起线上捕捉瞬息万变的飞盘。
台中市飞盘委员会的主委黄主委莅临现场，好，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开幕典礼。那等一下后续的赛程，我们在开幕典礼之后，跟各位报告我们下一场几点开始，再请各位注意一下。那我们就请黄主委帮我们讲几句话，谢谢。好，谢谢我们的所有教练还有所有我们的选手，大家早安。天气太热，天气很热，我知道，我少讲几句啊。第一个欢迎大家来台中，来进行这个全国飞盘锦标赛。然后讲这个场地，是当你们在当议员的时候来争取的。那我现在当立法委员，所以说未来在台中这个关于飞盘的各项的竞赛跟资源，我们在立法院里面一定会继续的为大家全力来争取。然后我想大家就放心的去比赛，放心的去争取荣誉。那后续的资源，建豪在立法院里面，身为台中市的飞盘主委，会全力的帮大家争取。那最后请大家注意这个水分的补充，因为天气很热希望大家不要中暑，也不要受伤。祝福大会圆满成功，大家都能够获得你们理想成绩，谢谢。总干事有没有要交代什么事情 ？OK， 不要害羞。OK， 在这边要非常谢谢台中市体育总会飞盘委员会，这次协助举办这次的赛事。那后续的比赛希望各地的委员会可以协助，像台南他们也办了一场很棒的小胖杯。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协助一起推动飞盘的成长。那这边几件事情提醒。如果各位要洗手间，在这栋建筑物的后面有洗手间，或者是公园，垃圾麻烦旁边帮我分类分好。这次都有准备请环保局准备这个垃圾分类的桶子。那其他就注意安全。那最后借各位的手，帮我们谢谢这次的裁判跟工作人员，谢谢。好，那我们请大家移到这边来，我们面对彩虹桥拍一张大合照，好不好？谢谢。Chasing stars and holding you. I can't see the end, but we'll see it through. Times don't fly too high. Be sure to keep the ground in sight. Fly forever if you keep it tight. Love the world, but keep the sky on your mind.
What's up is down, what's left is right. Chasing stars and holding you. I can't see the end, but we'll see it through. Times don't fly too high. Be sure to keep the ground in sight. Fly forever if you keep it tight. Love the world, but keep the sky on your mind. So high I'm hypnotized. What's up is down, what's left is right. Chasing stars and holding you. I can't see the end, but we'll see it through. Times don't fly too high. Be sure to keep the ground in sight. Fly forever if you keep it tight. Love the world, but keep the sky on your mind.好，时间来到周六上午的10点30分，我们现在在场边呢，马上要来准备进行的是今天在场地1的第3场比赛，由台南市对上新竹市。今天在我们的台中市北屯区多功能草皮运动场，刚才也是开了一个简短的开幕仪式。那台南市今天派出了先发7人是洪玉祥、吕佩仪、吴俊义、苏云维、叶雅婷、陈云还有张志怡。他们今天会穿着浅色的白色球衣来出赛。
今天台中的天气是非常的风光明媚啊，不过太阳也是很大，所以选手们在场边这样子一整天的赛事下来，防晒工作要做足之外呢，水分也要补充，因为每个小组赛都会有好几轮的赛事要来进行。而在新竹市这边呢，今天会以深色的球衣来出赛，先发7人为彭光谦、周楚涵、张芷瑜、庄怡倩、张承轩、江燕成以及林采艺。这场比赛应该会是全民运的前哨战，因为全民运抽签已经结束了。新竹跟台南在同一组里面。所以现在可以互相探一下彼此的虚实。没错。哦呦，很快，不到1分钟的时间，就由台南市这边先首开纪录，直接观察后一个长传，前点由背号33号的吴俊义拿下第1分。刚刚这一个 play 应该台南是在进攻前就已经有 setting 好了，对，那双方沟通好之后，其实很快速的找到彼此，就拿下第1分还不到30秒时间。对。刚有跟主播聊到，这场比赛应该是个节奏比较快的比赛，因为2支队伍都是打速度战，速度型球队哈。那得分之后呢，双方就会进行一些攻守的交代。双方都有75秒的时间，能够让彼此确认一下下一分的进攻及防守战略。好，台南市把飞盘开出之后，他们将来扮演防守端。哇，这个就开出界了。台南市跟新竹市在今年全国飞盘争夺赛锦标赛，他们都分在 A 组。A 组也是唯一一个组别只有3支球队的组别。那另外1支球队是台中市，也是这一次的地主球队。A 组的3支球队其实实力都伯仲之间，台南、台中以及新竹其实实力都非常相当所以看谁可以抢到前2，可以确定晋级到8强赛。那第3支队伍的话就要比积分。台南现在祭出的是区域的防守。那上一场比赛我们看到区域防守，如果对到的是控盘比较稳定的队伍，就比较没有什么太好的效果。看起来场上有一些扣，场上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双方选手就会先停下来进行确认，然后确认没问题之后，比赛继续开始。哦哟，这个假动作很彻底防守球员整个人被晃飞。在刚刚的停止盘的时候，台南市又转换了他们的防守策略，又回到人盯人这个交代其实算是蛮快速的。好，这边有机会，哇！不过钱志亮抓的太多了。这片传盘的时候，可能进攻方只有看到自己的队友往后跑，没有发现后面有防守方的协防这样导致这个攻守交换是比较可惜的。我们进攻者在攻守交换的时候，拿到飞盘会开始慢慢的指引队友待会要打的战术。
透过言语以及肢体上面的动作，然后让队友知道接下来我的控盘选手要往哪边做进攻。现在新竹市防守是类似 force middle 状况，又回到 force backhand， 就让他只传反手，所以把进攻的压在场地的左边，造成失误。这次传递的品质就没有那么好。早期在玩飞盘的时候，因为正手传盘是我们比较不熟悉，没错，所以我们都会说让对手传正手。但是传到最后发现台湾人很会传正手，反而反手比较不会。对，所以刚刚新竹是祭出了让对手只传反手，一个失误造成，好，现在得分了。好，这样子新竹就追回了比赛的情况。38号的蔡伯恩，蔡伯恩也是新竹市一个得分的箭头，待会应该也会看到他蛮多的一些往底线冲刺的一个画面。确实，可能台湾选手在这个正手丢盘手腕的灵活度都非常好，虽然手臂的摆幅动作不大，但是送出去的那个飞盘又快又稳。对，因为我们可以透过飞盘的不同的航道，来进行做进攻哈，所以我看到台湾的选手在正手传盘上看起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啊。所以现在开始近几年又开始练习的就是防守，让对手出反手状况。出反手，开盘的背号91号彭光谦，也是新竹市代表开盘的不二人选啊。又高又平稳。这种飘的飞盘其实是我们教练在看是最漂亮的，因为降下来的时候刚好我们的防守方可以到位啊。是。场边的队友们都不断的在提醒选手一些位置，这边做一个outside in，有，又是前点的33号，台南市现在的进攻火力都集中在吴俊毅的跑位上面，这次也是一个正手的outside in，对，一个大脚的 cross 传到了吴俊毅身上哦，这个传盘相对是非常有默契的。对。因为以我们正常人的直观，就是如果我是传正手，应该会往场地的右侧去传，但他传到左侧，越过了防守者，真的非常漂亮的传盘。公开组预赛也是打60分钟11分制，好，那目前时间过了将近8分钟，好，上半场进入30分钟就会进入中场休息。尤其是比赛到这个时间点，已经是上午的最后一轮赛事了。待会这个赛事比完呢，我们大会会进入到1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对，所以在这个时候是这个注意力集中力最容易涣散的时候，快休息了。对，加上前面的2轮比赛，其实大家都有体能上的消耗，如何把注意力集中维持到中场休息前啊，会是这场比赛的一个关键。我们看到新竹市他们很喜欢打移动战啊，全员的快速推进，然后做这种短距离的快速传递。要注意死盘时间，然后这边找到了一个空档。
好，现在双方的分数都是你1分我1分，再来回哦。刚才得分的是新竹17号的张芷瑜。台南后面的选手可能交代的防守没有交代清楚，对，让芷瑜有机会能够突袭出来接到这片飞盘。而且刚才那个 play 的 handler 他在观察，算是蛮有耐性的，持盘时间蛮久了，对，可是还是送出了很及时的这个位置。其实有时候到了第5秒钟的时候，我们都会建议持盘者可以稍微喊一下目前的秒数，让其他进攻者可以知道目前时间快到了，要记得赶快出来接盘。确实在场上，这个选手要喊出声音来帮助比赛的状况更进入。好，这个开盘就比较浅一点哈。好，现在看到台南是打了一个3line stack， 把所有的选手集中在边线的位置。哇哦！这一点飞跃了2个白衣人，可惜都没有办法把这个盘给收下。攻防转换之后，现在由新竹这边来发起进攻，这边被拦截掉，有机会。快速的推进前方，目前好，后方的队友跟上了，这里也被破坏掉。好，这边似乎有一些争议。对，在打手一个犯规哈，这个进攻方还没有出盘之前，防守方就造成了一个犯规。哇，这个抄截非常的关键。好，看一下兵临城下的台南市这边，又是他。所有得分都是他，33号的吴君毅没开3度了，这样是不是新竹是不是要派一个防守悍将来重点盯防他？或许会是一个选择呢？可能让他尽可能远离那个得分区啊，是比较好的选择。刚刚后面那个防守这个错位，吴君毅看到防守方其实站错位置之后，往 open side。就是比较空的地方去做进攻，刚好他的队友看到他，也进行了第3分的得分。目前他一个人就包办了台南市的所有得分点了。大家观众朋友可以来仔细在场上盯防，注意看这位33号选手吴君毅，因为以身高条件来说，他并不是个子非常高的选手，然后在场上的移动。也没有说把速度都是用这种全速档位在进行，他一定是靠着刁钻的跑位跟这种速度差去迷惑对手，所以观众朋友可以观察他一下。其实在场上可能要观察一下那个空间感，对，然后有时候我们都说要动脑，没错，对，因为比赛不只是用蛮力啊，对，尤其是飞盘比赛跟美式足球还有足球运动很像，它是一个你要在脑里。那种模拟那种3D 的空间感，不管是纵深也好，还是左右两侧，去抓这个空间感的能力很重要。新竹市的长传也往前推，有机会，没有问题。好，得分之后很有默契的击掌，由新竹的38号蔡伯恩一样，刚才他也有拿下分数。这个反手没有问题。在防守的策略上面，我们大部分会让，如果你是守他们进攻队伍的最后一支，会在他后面可能半步到1步的距离，让他尽可能往前去接飞盘。因为他只要往后，你没有守好，可能就是这样的这个长传得分。是。现在指导新竹市的防守策略的是背号64号队长徐卫廷，对，他也是俱乐部 Whispy Nation 的队长，他是个非常有经验的一个选手，这样子。那也希望透过他的指导，
在3-3的时候，看新竹是有没有机会守下这一片逆转的比数。对。魏廷包含在这个大会给出的亮点选手介绍里面呢，他在111学年度是飞盘大专杯公开男子组的亚军，然后在隔年的23年参加了亚洲大洋洲飞盘锦标赛，当时也是我们中华队的代表，他们那一年是拿下了第5名。然后同样是今年这个世界飞盘争夺锦标赛中华队的代表。哇，好低！这边就这样就要进行攻防转换了。可以看到大量的黑色人影啊，在往前推进，寻找机会。这边做一个假动作的跑位，好，队友持续的接应，不过右路的空间压缩的已经快没有了，可能要做一个转移。好，这边他们在打2人配合，哇，太急躁了，对，太急躁了。送的位置队友没有会意过来，有的时候越靠近得分线的时候，选手会更急躁、更兴奋。没错，特别是他们是在这个攻防转移中快速拿到的攻防权，所以会很想赶快利用防守者还没有准备好的机会去做突破哦。不过这时候自己也是容易发生失误。长传，差一点要大四喜了，又是他吴俊毅。我们来再看一下，刚才队友在这边找到，这边尝试用右手去捞，哇，他恨自己妈妈没有把我的手再多伸长10公分，真的就是这么差一点点、啊，对，就是那么差那么一点。可是可以看到，这个台南市的战术。核心是围绕他在建制，确实也是有起到效果。是，对。那新竹市可能就要想尽办法，不让他有没错突袭到。就像我刚刚说的，是不是要派一个这个防守悍将上来盯防他，消耗他的体力也好，或者是怎么样安排？不然确实吴俊毅会是场上等于是像是一把针啊，不断的在这个新竹市的后方在刺啊。是，对啊。像芒刺在背这样子，所以要小心。好，这边我们来看新竹会怎么把握他们这一次的进攻权。哇，直接路线被猜到，防守球员37号。黄君直把它拍掉，哇！所以攻防两端都有建树。黄君直刚刚不止完成了一个漂亮的防守，然后这一次在攻防转换的进攻也是一马当先啊，非常流畅的一次转换。我们终于看到了台南市第2个人跳出来了。对，反正前3分都是吴俊毅、啊，对，都集中在吴俊毅身上。经过了前7分的竞赛之后，都是1分来1分去哦，都还没有哪一支队伍可以一次拿下2分，拉开比数。拉开，没错。现在比赛也即将差不多进行到1/3的阶段。
好，看一下前面追得到吗？哦，哎呦，真的也是差对，差一一点点。对，这个的 Nice try，传让我们看盘一下的想法是非常好的。其实摸到了，摸到了，没有掌握好，毕竟他那个重心已经下腰了，对，要把握住那个重心，略显可惜，但是是一个成功的战术。对，因为前面的是右撇子的传盘正手，它的飞盘的转向会比较是逆时针的，所以你在用右手去接盘的时候，它其实是会在旋的情况之下，并没有很好的把它抓紧哦。好，这边也要打一个身后的伸头球，有。好，又是空中战，再次由君志。哦，不好意思，是队长场右给抓下。好看台南市在上半场的最后一片开盘，有没有机会再把分数拉开？还是新竹市会追上啊？乱了，都乱了，一切都乱了，除了峰哥，其他票都是乱。好，在得分后，台南这边也是做了一些 substitution， 然后刚才他们下场的选手嘴巴已经念的都乱了，都乱了，是什么意思呢，威力哥？哦，他们可能是不知道是赛道热了，战术打乱了，还是有什么其他的想法，说不定。有的时候他们在喊一些东西的时候，可能是他们的战术，只是用不同的名词去代表，很可爱啊。像我还记得有些俱乐部的战术可能叫做衣架。衣架、鸡腿叫台东哦，这种名词都有，因为避免说我们平常讲的太简化，然后对手都知道你要打什么这样子。对。哇哦，有点过长，有没有机会？没有问题。手长脚长，还是把这个即将要出界的飞盘哦给抓下来了。新竹这边。张芷瑜没有问题，距离边线还有大概1步的距离。哇，芷瑜的速度也是相当的快啊。对。好，那这样就要看台南市这边能不能把握住这一轮的进攻，然后就把比赛带入到中场休息。新竹市现在也在讨论一下彼此的防守对手是不是已经沟通好了哦，因为这一分对新竹市来讲也相当关键。如果可以追平的话，在上半场结束有可能取得领先或者落后1分。但如果被台南市拿下来的话，差2分到下半场对新竹市是相对比较没有那么有优势的。好，选择接盘来开这个局哈，然后来看，台南市现在打一个3-4的阵容，一个长传，这么快就送出长传了，距离有点，来看一下，吴俊义确认一下刚才有没有？我们看一下这个回放，很重要，来。接，双方可能达成共识，回到上一盘。好 ，OK， 决定回到上一洞。
确实是一个比较难判断。对，因为现场的话，双方选手都在跑动当中啊，你很难下来的时候马上看我落点是不是在界内这样子。这可能要出动鹰眼系统才可以了。对，但目前飞盘比赛还没有那个回放的系统可以看呢、而且他的精神也是比较讲究，就是让选手自己去做判断了。好，在门前了，看看有没有机会哈。如果有点乱，其实得分区塞满了人，有问题。好，最后1分进入中场休息分的分数由37号的黄君志给拿下。那么台南市就靠着黄君志，然后吴俊义以及队长场佑3人的得分拿下6分，带领台南市呢率先以6比4要进入到中场休息。那观众朋友，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经过选手们的战术讨论跟短暂的休息之后呢，他们下半场的比赛，我们再回到我们的场第1来看下半场会有什么样的发展。So high, I'm hypnotized. What's up is down, what's left is right. Chasing stars and holding you. I can't see the end, but we'll see it through. Times don't fly too high. Be sure to keep the ground in sight. Fly forever if you keep it tight. Love the world, but keep the sky on your mind. So high, I'm hypnotized. What's up is down, what's left is right. Chasing stars and holding you. I can't see the end, but we'll see it through. 好，再回到比赛的现场，这场由台南市出战新竹市的比赛。上半场结束呢，是以台南市带着2分的领先优势来进入到下半场。然后刚才也跟威力教练在场边聊哦，说其实他们这个组别很接近，战况很接近。对，现在目前上半场虽然有2分差距哦，那下半场结束还有大概30分钟左右的时间，这个2分其实落差真的没有到很大。但是新竹市可能要赶快想尽办法，这1分一定要拿下之后呢，再守住一片，
有机会追平比数这样子。台南市现在下半场的第1分防守改变了防守阵势改成区域防守。算新竹市应变的其实蛮快的。他们做这种人员大范围的移动战。现在场边的喊了之后，回到了人盯人的防守。因为区域防守到了得分线前面，其实相对是比较吃亏一些的，所以他们现在回到人盯人之后一个，好，这边给有机会了，没有问题。背号11号的林佑君，这里 handle 送的也是非常的及时，看到对背号64号的魏婷队长，魏婷看到前方的佑君啊，已经空间感拉开了。处于一个 wide open 的状况，一个正手盘拿下了这1分。接下来这1分应该就蛮关键的。如果新竹市有机会守下的话，对他们接下来的战局是比较有发展性的。因为飞盘比赛就是得分之后变防守，有可能你只是被 break 一片，但是整场比赛就这样结束了。所以在攻防转换之间的这个换人跟策略的调度也都是考验团队的智慧。有些队伍会有所谓的进攻组跟防守组，看哪一些选手是比较适合放在进攻的，因为进攻你就是必须要稳稳的把那片飞盘拿下。对。但是防守组的部分，你也不能说完全不会进攻，因为你守下来了，你还是要进攻。对，没错，转换的时候，所以人员的配置其实就考验了各队的队长及教练的一些脑袋，是不是可以更灵活的运用所有的选手这样子。这一片的破开出了边界。在一般的篮球比赛的话，可以登录12位。但是正常在轮转的大概在8位8、9位左右，在飞盘场上我们会登录到25或26位，看赛制的不同。但使用上面的话，大概也会落在15、6位是比较多的。但我们当然也会希望20几位选手都是可以可用之兵。是。台南市的进攻相当流畅运用左右两边的场地，让整个选手出来接盘的空间是比较舒服的。对，在一个上线找到了 open side， 差一点点又找到吴俊义啊，就是要找他。这一片如果再高一些，可能就得分了。可能选手看到俊义跑出来太兴奋了一点，其实也摸到了，没有没有抓稳。新竹市还是要想办法阻止吴俊义往得分区做突袭的状况。是，要把得分的这种得分利剑的效率给压下来，不然在分数纠缠上，这个前置量很高，有没有机会？没有问题。又是张子瑜，这又是张子瑜。专门处理棘手的接盘任务，但是他都可以很好的完成任务。你看这个前置量多大，但是他没有问题。那台南市女生这边可能要想办法不让子瑜往得分区去跑啊。刚长传的是背号65号的江彦成。也是新竹算是稳定的控盘选手。
这场比赛跟上一场其实蛮像的，对，两支队伍非常接近，对。不过在风格上，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出跟刚才的双北大战还是不太一样。刚刚双北大战的话，双方是打稳定度比较高的，但台南跟新竹是比较多机遇战，对，速度战比较多。因为速度拉快啊，然后选手的稳定度相对会下降，所以不管是发生失误之后的快速的攻防转换，或者是一些自己的非受迫性失误之后的转换，这种机遇型的东西就会比较多，也考验选手在临场反应的发挥。好，台南市的进攻权很快，好，不过被破坏掉。这个进攻权在出手5盘之内哦，就想塞到对方的得分区了。这场比赛对台南市应该也是相对的是关键，因为他们在前一场的比赛是9比10。1分之差落败给了台中市。台中对。那这个小组 A 破只有3支队伍，前2名是确定进入了8强，第3名就要跟另外的2支的小组要去积分，比积分，没错。所以这场来说，对台南是比较有压力啊。对新竹的导传非常快速而且稳定，一直利用场地的左右两边，再回到中间的导传啊！刚讲完是就发生失误，这里跟队友的进攻节奏的速度配合上发生了问题，确实在高速的移动战哦，会增加失误率。这个传盘的意识是好的，只是差了那么一点点。那台南市看可不可以把握这一次的进攻机会？被破坏掉了。冠伦的这个协防来得非常及时啊！而且这2次台南的这种长传意图哦，都比较明显一点，那个防线拉开的还不够，就进行这种长传，所以都被新竹的防守员给这个洞烛先机啊，就预先在飞盘行进的位置上给破坏掉。不过这边出盘的品质也不理想，所以两队在6比6的这个关键点乱流比较多，许多的攻防转换。哈，这边非常直接，又快又稳。还是那个男人吴俊义，他就站在这个边线后退1步的位置，然后 handle 了，当然 handle 了的出盘速度、角度各方面也都是非常的到位，可以在防守员还没有快速掌握到的时候，把盘送到吴俊义的手上。所以我会说这1分他们2个是各占1半的功劳，没错，不能全都讲那个男人的功劳，对。目前整场比赛看起来，台南市的箭头就是吴俊义哈，所以新竹市可能真的要想尽办法找到一位可以牵制他的选手，不然他有可能会持续的得分。或者是说，我们像这篮球运动里面的那种防守大锁，专门上来就针对你这种1对1 box out， 然后去消耗你体力的这种功能性球员。是，之前也有队伍类似篮球人的 box one， 只有1个去防守对方的主将，那另外6个人是用区域防守的状况，也是有发生过这样，但这个在飞盘场上比较少见一些。好，开得很高，选择落地。再展开新竹这边的攻势，
其实飞盘运动在竹苗地区、桃竹苗地区也是蛮蓬勃的。对，我们看一下这个长传，没有问，这一次应该没问题了吧？好，刚才这个长传被对手破坏掉，这一次呢，李威正拿下了这一盘，而且你看他还在，他这边还有放慢速度。我看到那个防守员冲上来，我有点替他紧张，但是他看起来老神在在的，没有错。防守员可能有那么一点点的机会，但是威震可能认为他已经掌握到飞盘的弱点了。是因为确实他的距离是有把握开的，只是他后面他在等飞盘下降过程中，他速度有放慢，所以就形成往后追的那个落差感，会让人有点紧张。对，我们都会建议选手，如果你在飞盘的制高点可以先拿下来，是比较稳的。对。不过威震的身高是够的，所以空中战他对自己有自信也是没问题的。好，这场比赛已经进行超过了2/3的时间，已经过了40分钟了。那双方现在依旧是7-7，紧咬的状态。江彦成的开盘开得非常好。哎呦哎呦，哇！新竹的选手已经有点跌倒状况，台南应该有机会顺利拿下，可惜雅婷没有接好，他夹在了飞盘的这个边缘的位置，没有夹在中间，这也是我们俗称的三明治的接盘，对，能够这样是比较稳定的，可是刚好没有夹到那中心点，是让飞盘的脱手而出。不过整个战术的运用，然后 handler 的配合都是很到位了。哇，好，这里继续。跑位的交错纵横，从后场慢慢的往前推。哎呦，被影响到了，对，已经被防守者预判到他的传盘路径了。这是成功的防守，来自台南市。其实刚刚在接盘要准备传盘的时候，他的防守者已经预判到他要往下面去做进攻，这时候建议会做个假动作，回到了右手边的进攻方向。这边台南发生了失误，没错，然后马上打了一个快攻，但是这个抓的太夸张了，太快了。对，看到前面一望无际，可能太过兴奋。没错。就是快速的攻防转换机会来了，然后可能眼角有发现这个黑衣人的队友的身影，于是就很急的往前送。但是你看这个前置量，哇塞，这可能要100米冠军才有机会，100米金牌冠军乌森博特才有机会接到，甚至会建议可以，因为飞盘的速度会比人的速度来快。当然，如果你再慢个1拍或者是1拍半再出手，其实都有机会。反而太兴奋的去传盘的时候，造成这个失误，把盘权又还给了台南市。对。所以其实谁能把握机会，这种机遇战，然后把自己的失误降低，是这场比赛的关键。因为两边在进攻端得分是都没有问题的，都有自己的体系，也都有成功运作，就是在机遇战的把握度。好，后场的3对3，稍微把阵型拉开，在左路。因为现在中间塞了很多人呐、哦呦，这边做一个短小精干的传接，这一次没有问题了。台南市的叶雅婷。
这次有得分贡献了，刚才没有接好。刚刚雅婷这个跑位是相当犀利哈，做一个短的 cut 就把对手甩在后面，让队友能够在他前面出盘，然后得下这一分。这次的双方2支队伍都报名了20位的选手，那体力应该是相当的充沛。这是台南市的本次的预赛的第2场比赛，那是新竹市的第1场。双方其实你来我往都打得相当激烈。我们可以看到台南市在这一赛比赛的赛服他们的裤子分别是有红色跟黄色的点缀，也是跟我们台南市的市徽那个标志是有这个相互辉映的感觉。飞盘选手们平常都有自己的课业跟正职要顾，然后大家利用大概1周3到4次吗？还是可能更少2到3次次的配合时间来磨合默契的部分。因为大部分的选手都来自不同的学校，对，那只能通过这个中间，想在这个注意力都放在外围的时候，从中间打一个措手不及，但是双方的配合度没有办法做太好，而且台南这边的防守员反应很快，他发现空档马上去做这个破坏。对，场上台南市又发生了一个传盘的失误，现在盘权再回到新竹市。好，队长徐蔚婷持盘。示意队友的跑位，现在人员都被盯得很紧啊。好，顺利在得分线里面拿到了这个对队长64号的徐蔚婷。好，虽然他接到飞盘之后往外的跑，可是我们是以第一时间接触的时候，你脚是否在得分区里面，而计算是否有分数。2支队伍你1分我1分，拉锯到8比8。公开组的预赛是打60分钟11分制，对，所以目前看起来最后的12分钟以及谁先可以拿下3分，或是时间结束之后谁可以领先2分。就会结束这场比赛。相当的关键特别是已经要接近中午的时间了，从今天早上8点开始，也将近4个小时的消耗了，体力的消耗、太阳的热度都是对于选手的考验。最后几分钟要把专注力给维持住。我们平常看到的混双的比赛，大家都是1男1女，但是飞盘比赛比较特别，场上是7个人，对，所以有的时候会是3个女生或4个女生的情况之下，比较不像其他的像网球啊、桌球、羽球都是1比1的比例，对，这也是飞盘比较特别的地方。所以我们在外面的比赛有分3种组别，一个是公开男子组、公开女子组以及公开的混合组这样子。尤其是飞盘，因为它跟
其他几个类似的运动，我们说足球、篮球跟美式足球都是有大量身体接触的运动，那或许男女性别上面啊，在从事起来就可能不是那么方便，或者不是那么友善。但是在飞盘呢，因为我们大量的减少不必要的身体接触，所以其实很适合男女选手一起来从事这项运动。对，没有错。哇，这边做一个超短距离的两人配合。好，顺势给出空档，没问题。这个防守者有点想要帮忙哈，因为我们都说防守持盘者你守50%到60%的空间就好，但是他想要帮到后面的队友，反而自己该防守的区域跑掉了，对，造成后面的 open， 让前点的吕佩仪拉出了一个 wide open 的机会，稳稳的把这一分给拿下。好，得分后一样在做 substitution 人员上的一些变换。这场比赛接近最后的还有9分钟左右，其实时间还非常足够。新竹市只要一片一片的拿下来，其实跟台南市还有抗衡的机会。好，开盘的是32号黄世峰，世峰的开盘，世峰也是毕业于国立体育大学，哇哦，非常优秀的一个选手，对，非常优秀，嗯，这个开盘的位置也是非常的好。好，新竹哇，这里一个接盘的失误。稳一个，场边再喊稳一个。因为这一片台南市拿下的话，距离获胜的机会就越来越大了。对，他们就在听牌的阶段了。哇，这个对找队友时候会发生失误，没有沟通好。好给，不过现在前方没有黑衣人啊。他必须等队友从后伤慢慢跟进。刚才那个失误发生的太突然，人员的整个转移还没有从后方转移到前方。好，寻找观察队友的位置。到了 N 总前面，没有问题，而且还有2个。不过呢，最后。他们俩很可爱哦，他们刚刚应该沟通，那一盘是给谁？对，不过由前面的接到了。其实前面的队友接到是相对比较好的，因为你看不到后面的人，但是你先接起来，不管有没有得分，再做下一片的进攻都好。那如果你想要让给后面的人，搞不好防守方就有机会来做抄截的。不过就是一个双重保险啦，如果前面有什么状况，至少后面还有一个保险的。不过没有问题。新竹拿下了关键的第9分，这样比赛就还有悬念哦。因为如果刚才被台南连得2分，或许就要被一波带走了。这场比赛就是9比9之后，一定是要抢到第11分。谁拿到11分，谁就会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对。可是如果等一下双方都再拿1分，10比10的时候，我们就要拿，也是抢1分，也是抢1分，对，也是抢1分。比较没有像桌球或网球还有 deuce 的状况，我们就要打一个 deuce 这样子。因为如果这个打 deuce 的话，有可能打到20几分，对，打不完，所以就是以抢第11分为主这样子。新竹是改变了防守策略哦，改成区域防守来辩证一下，看可不可以
压缩那个台南市的进攻啊。因为台南市的速度真的相当快，对，透过区域防守可以让所有的进攻方能够缓和下来。前面有个机会，可惜没有给出去。哇！就在门前的机会，好可惜啊！看一下刚刚发生什么事情。可能志奇想要接盘，但是队友是他往里面走，对他以为他就要。然后一回头，这边台南市又做一个抄截，新竹市又来一个失误，双方都送礼啊！真的。越到了这个最后的4、5分钟，双方都打得比较焦躁。好，场外的鸣笛声响起，还有4分多钟。旁边也听到很多的选手跟教练很耐心哈，因为刚刚就是在 N 总前面没有耐心的造成的失误。这个时间点，因为这一分相对关键，看看被双方的争议，看一下怎么判。应该是回到上移动，顺利得分，顺利得分啊！对，因为新竹是他承认就是你是接到盘之后我才把你拨掉的，所以这一分就是看一下慢动作刚刚的状况。哦，在手中这样子被扯掉。刚刚抄截的是江彦成，他也是蛮有绅士风度的，是对，承认了自己的一个犯规，然后让这一分算是顺利给台南市。是。得分的算在叶雅婷的头上。双方下半场其实都还没有喊过暂停。如果新竹市这一片打得比较混乱的时候，有可能可以喊个暂停来部署一下。毕竟如果真的失误了，台南市拿下这场比赛，台南市就获胜了。是。也可以利用暂停去稍微打乱一下对手的节奏啊，就看他们怎么利用这个战术上的安排了。飞盘比赛在暂停的时间点，只有在进攻方进攻时可以喊暂停，以及就是双方只要有一方得分也可以喊暂停。是，所以你的防守方跑得再累，你是不能喊暂停的。好，雅婷的破开出。在边线可能尽可能回中会比较稳了一点。好，再给，还在边线右边的边线，他们一直围绕右路，让人员的往前穿插去推进，有机会，就用这个在右路一线天的这个战术哦，不断的人员的前插，得分背号32号李威正。10比10了，对，10比10。最后一分是打4女3男，哦，场边的观察员已经比出手势，这一分是4个女生3个男生，双方女生的实力其实在伯仲之间，所以已经到这个阶段，就看谁的稳定度是比较重要的，对，还有抗压能力。相对而言，台南市优势会比较大，因为他现在是进攻方，只要他没有失误，应该就会拿下这场比赛。但新竹是要给非常强大的防守能量，想办法去破坏台南市的稳定的进攻。新竹看起来已经把队伍上面最佳的7位放在场上，因为这场比赛就是最后一分了。对。毫无保留了，不能保留，你保留就下次见了。好，那我们就来看他们的最强7人怎么把握住这个关键了。还是采取的是区域防守，
想拖慢台南市的进攻节奏。但台南的控盘也是相对的是稳定的。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有机会突破新竹的防守阵略。新竹这边在前端派了4个，哇，这接的有一点点紧张。没事，还在持续推进。因为台南市的传盘风格也是相对潇洒的啊。比较美式一些，对，他们的教练王国勋也是属于美式型的，美式派的，也是上一场比赛有提到有参加过美国飞盘职业联盟的那一位，对，今天是目前没有到场，但是他们的训练方式以及选手的教育方式都是比较美式的，美式一点，奔放型。目前时间已经超过60分钟，所以就是这一分结束就会完成这场比赛。好，电脑，这边有吗？关键分啊！绝杀的机会，背号23号叶雅婷，佩已经找到一个非常好的空档，给的也是非常漂亮，可惜就差这么一点点，而且是几乎没有受到影响的压迫的情况下。好看新竹市手下有没有机会把握这一次的进攻？蔡茂很聪明的，很聪明，对。现在双方在确认秒数。OK， 没问题。双方确认秒数之后，喊出了暂停。彭光谦也喊出了新竹市下半场的唯一一次暂停，在最后的1分关键分，能够想办法组织。暂停时间75秒钟的时间，双方的教练及队长会指使队伍上的选手，场上的7位，7位是不可以换人的情况之下，该怎么样进行最后一波进攻及防守？哇，这一波讨论度的含金量就很高了哦，在如此的时刻，因为台南市上一波都是以人盯人防守，不晓得暂停结束之后会不会有一些防守策略上的改变，让新竹市可以原本的布阵可能会有所改变哦。因为曾经在比赛过程当中也发生过，原本我们设定的进攻方式是对方会人盯人防守，结果站好之后，他们变区域了。对，当下的沟通就很重要了，因为跟我们原本想的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好，75秒的暂停时间很快，双方也都交代完了这关键的一个回合。当然了，设定是设定，不过实际开始之后，就还是要考验选手们的临场反应了。没有错。透过这样的摄影的直播，我们也可以看看各队的战术，可以看得更明显一些。是，因为平常在场边都是平面式的，再从高空上面去俯瞰，可以看得出各个选手的跑位。刚刚也听到许多选手跟我回馈说，他们也蛮感谢这次有网络直播，回去可以看看自己的一些表现，这样子也可以再去做一些检讨跟改进，让自己更进步。是。这边也要感谢中华民国飞盘协会啊，以及我们的教育部体育署对赛事的大力支持。
看起来台南市应该还是属于人盯人的防守，只是现在站稳之后，他们会想一下哪一位选手去防守对方的进攻者是相对比较有优势的。新竹市现在站了一个3-4的一个阵容，前场的江彦成以及子瑜，有可能是会做突袭的。江彦成出发，哇，被识破，没有错，江彦成是第一个要出动的人选，可是被台南市的防守者识破。那台南还有个暂停可以使用哦，所以看看他们会不会透过这个有机会喊出暂停，部署一个最后一波进攻机会啊！这一分的宙死分真的是很激烈，最后还是由那个男人吴俊义得分 ，Killing the game， 还是由他杀死了比赛。吴俊义哦，这场比赛一个人就包办了许多的分数，也在最后的关键时刻跳出来扮演终结者的角色，让台南呢拿下了这个在这个组别里很重要的一胜。没有错，因为台南市这个组别只有3支队伍，他上一场1分落败给台中市之后，这场比赛一定要想办法拿下来，对他后面才有悬念。好，那这样跟观众朋友报告一下，在我们场地上午的3场比赛，在这场加量不加价的台南市对新竹市的比赛结束后呢，大会会进行1个小时的休息，让选手们补充一下体力。然后呢，我们会在下午的12点50分来进行到下午的赛事，会有连续2组是青少年组的比赛。那我们在下午12点50分再回到比赛现场，观众朋友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见。So high, I'm hypnotized. What's up is down, what's left is right. Chasing stars and holding you. I can't see the end, but we'll see it through. Times don't fly too high. Be sure to keep the ground in sight. Fly forever if you keep it tight. Love the world, but keep the sky on your mind.